亚马逊河流上的银龙鱼和食人鱼泛滥成灾，当地土著人带着鱼叉和钓钩，便能轻松捕捉到河里的怪兽。他们捕捉鱼类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并且效率极高。河里的鱼饵便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。每天为了捕捉到足够的鱼货给家人食用，家里的男人都会冒险潜入河流深处。纵使这里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，但是在这片热带雨林当中，却潜藏着无数种有毒生物，不是当地人还真不敢轻易闯入其中，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有去无回。安东尼像往常一样，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座私人码头上。经过一晚上的停放，船舱里面已经积满了河水，很明显船底发生了漏水现象。为了能够保证船只安全，去到打鱼的河域，他熟练地将船底翻了过来，查看漏水的部位。乌漆嘛黑的船底表明这条渔船使用的时间有点久远，所以安东尼每次出发前都会备足修补船身所用到的材料，以防不测。不过今天就被他撞上了，在船底加了一块木板进行填补加固之后，熟练对船身左右两边不停地摇晃，最终把里面的积水给弄了出来。这时把所有的捕鱼工具都拿上船之后，便开始了今天的捕鱼行程。在狭窄的河道上，到处都是已经倾倒的树木，想要顺利通过，还得花费不少的时间来进行清理。虽然堵塞的河道每次都要清理才能通过，但即便是这样，每天还是会有大量倒下的树木飘往下游，从而造成河道再次堵塞。此时砍刀在这里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，每划出几十米的距离，就会被树木挡住去路，只能下船通过。并且由于船舱还有些许的漏水现象发生，还必须要时不时的将里面的水弄出去，这样才能安心前行。在经过低矮的灌木丛时，必须要留意头顶有没有危险的动物悬挂在树枝上，从而防止意外的发生。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，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河流的深处，但是要想去到银龙鱼和食人鱼的栖息地，还有一段距离要走。然而前面又有一棵巨大的树干挡住了去路，弄走这些拦路虎不但费时，而且还非常耗费体力。但是对于安东尼来说，这种情形已经习以为常。刚抵达有鱼出没的河道，便操起鱼叉，熟练且精准地向银龙鱼扔去。此刻鱼钩已经牢牢地插入鱼的身体，任凭怎么翻滚也无法逃脱鱼叉的牵制，只能乖乖地被安东尼拉出水面。为了保证银龙鱼不再活泼乱跳，安东尼拿起砍刀，便往鱼头上就是一阵猛烈敲打。此时才安心地将一条1米长的银龙鱼送入船舱，这便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捕捉到的第一条大鱼。去到另一段河流，刚想要扔出鱼叉时，大鱼却被吓得一溜烟地跑开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扔出去的鱼叉又命中了另一条银龙鱼。按照安东尼的命中率，凡是扔出去的鱼叉，没有一次是插不中鱼的。但凡到手的鱼货，都要受到一记重击才会被放入船舱，不然凭借银龙鱼的超强弹跳力，随便就能越过船身回到水中。在处理好银龙鱼之后，便再次收好鱼绳，准备下一次的发射。凡是渔船飘过的地方，都会引起水面一阵涟漪，稍微反应慢一点，都别想插中水里的大鱼。现在才真正来到银龙鱼的聚集地，刚到鱼群的跟前，成群的大鱼便迅速潜入水底。如果拿着渔网来捕鱼，便可以将其一网打尽，但为了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，安东尼却没有这么做。这里的鱼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多，在鱼叉逮不到鱼的情况下，又直接抛起了鱼饵进行钓鱼。经过多次抛投鱼饵，又一条体型差不多1米长的银龙鱼被拉出了水面，用砍刀往鱼头上又一阵拍打，直到敲晕，这才拆下鱼嘴里的鱼钩。其实还是用路亚钓鱼来得快，一会功夫又一条银龙鱼上钩了。整个沼泽里面基本上全是银龙鱼的地盘，它们的体型基本上都在1米左右。每次安东尼过来此处捕捉几条大鱼，便足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天。为了捕捉到尽可能多的鱼货，捕鱼方式不但用鱼叉和路亚，就连弓箭也一并用上。在弓箭毫无收获的情况下，此时安东尼又使用鱼竿钓起了一条食人鱼。只可惜这条食人鱼个头太小，安东尼只好把它给放生了。再一次用鱼饵拍打水面，模拟猎物落水的场景，以引起食人鱼的注意。这次一条2斤重的食人鱼咬钩被拉出了水面，同样使用砍刀将其敲晕，以免食人鱼在船舱来上一口猝不及防。同时用水草将所有鱼货盖住，防止太阳暴晒发生变质。钓起食人鱼还是挺简单的，不需要太多的技巧，只需引起它们的注意，就一定能够顺利的将其钓起来。这一大片河流不单单成为了银龙鱼的栖息之地，就连食人鱼也是超级的多，不但个头大，且力气还不小。拉上来的同时，如果不敲上几下，还真不一定能把它给放倒。连续轻松的钓上来好几条大的食人鱼，这般的上货速度，证明这一带的河流中盛产食人鱼。如果有哪头不长眼的猎物不小心掉到水里，很有可能在食人鱼的亲吻之下，只剩下一堆骨架。而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安东尼，为了生存已经习以为常，毫无顾忌。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，经过一早上的打鱼作业，已经满载而归，满满的一箩筐鱼货，足够一大家人吃上2天时间。
这便是当地土著人在亚马逊河流中打鱼的一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您看更加精彩的视频。